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龙与地下城》。今天是精灵通关的下半期，上半期咱们打了第5关的第1个部分，现在是进入了第5关的第2个部分，叫做地下城市。开场遇到了2个豺狼弓箭手，被踢了2脚。我把银币捡一下，虽然是1块钱，但是也不能错过。上一期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大叔你为什么不滑铲捡这些钱币呢？可能很多小伙伴玩的是2代，对1代不太熟悉。这个场景主要的敌人就是豺狼的战士，还有弓箭手。遇到这些家伙我没少挨打，但好在给了回血的药瓶。这里有一个大的血瓶，解完之后咱们滑铲跑出去。这里是一个3选1的分支，最上面的是巨魔洞，中间的是火焰门，最下面的是机关洞。3个分支都不长，机关洞主要是一个解谜，可能当年很多小伙伴很少走这里。这个谜题是财宝在日出的方向，所以咱们拉右边的。因为游戏里边是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。这个宝箱里边是机关，但是有可能是落石，也有可能是毒物。这里捡到了一个魔法飞弹的卷轴，这个魔法咱们之后要去对付暗影精灵。现在来到了第5关的第4个部分。无论之前走哪一个分支都会回到这里。从木桥通过之后，后面还有一个密室的区域，所以第5关真的是这款游戏最为复杂的一个关卡。密室的区域道具比较多。这是一个石化的陷阱，捡到了一个变形树。刚刚那个箱子固定是一个陷阱，所以我就不捡了。这个小密室里边主要就是财宝。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说是大叔啊，你录完1代可不可以录制2代啊？这个是可以的，但是实际上1代和2代看起来形态差不多，但实际上区别还是很大。2代主要考验的还是玩家的操作，但1代考验的核心就是玩家对游戏的资源的分配。比如说现在打的这个暗影精灵 BOSS， 这里不要求把它干掉，打到半血以下它会跑的，但是这里打它明显是比其他遇到的 BOSS 要难一点。我就喜欢用跟踪的魔法飞弹来打它，砍几刀，然后一个魔法飞弹，这样很快就可以把它逼走。不过魔法飞弹消耗的也很剧烈，现在只剩1发了。在游戏的最后1关，咱们还会再面对它一次。
那一次就需要干掉他了。又进入了商店，我这个键盘好像要坏呀，不太受控制。这个商店是游戏当中最后一个商店，有余力的话可以把所有的道具都买满。接下来是第6关，第6关的流程非常的短，就是打一个 BOSS 刺猬师。正是因为本关打刺猬师，所以说在第2关分支的时候，我们有选择达洛金的路线。打刺猬师就是在他倒地之后接一个油瓶，然后再次中斩。这个 BOSS 高手打的话，距离掌握的得当，扔出的油瓶可以烧 BOSS 2下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那种操作对咱们这些普通玩家难度太高了，做不到。那就争取 BOSS 倒地之后，油瓶烧一下，然后再接一个重斩。这样的话，输出也非常可观了，而且效率也不算低。第7关涉及到游戏的一个最重要分支。上边的路线是去眼魔洞 ，BOSS 是眼魔；下边的路线是打红龙。眼魔我觉得是游戏当中最难的 BOSS 了，他的魔法速度、移动速度都非常快。但很奇怪的是，咱们选红龙路线，系统反而让咱们去确认了2次，因为红龙有一招是必杀的，就是这招吐息，喷一下就没了。打红龙的话，弓箭显得非常重要。咱们射龙头一箭之后，它大概率会跳起来，然后砸地。相对应的，咱们就跳斩，然后重斩。红龙如果不再起跳了，咱们就迅速的滑铲逃跑。红龙下来的时候要小心它的爪子，因为爪子震地会把咱们震倒。目前为止还看不见 BOSS 的血条，因为它的血条比较长。跳起来的时机要比咱们想的稍晚一点。这波砍了3刀，但是被他咬了。继续用弓箭射。弓箭除了克制红龙之外，还克制最终 BOSS。但是咱们这里如果消耗的比较剧烈，最终 BOSS 那里就不剩几发了。能够看见血条了，还剩半格血。滑走，他发动火球了。这招是落石，落石的范围很大，咱们还是离他远一点。跳斩、重斩，一弓箭把他干掉了。哎，这个货啊，挂了之后还用火球打我，感觉这下好疼啊！一发火球打了半格血，再加上之前咬我的一口，这里非常遗憾，经验值没有拿到4倍，超时了3秒。好像是我打之前的 BOSS 也出现过不止1次，不是超时3秒就是超时5秒。这里有回血的药瓶，血量没给我回满。倒数第2个箱子里是防火戒指，这个戒指非常的特别，它是没有耐久的，不像力量手套还有速度之靴之类会被敌人打坏。防火戒指捡到之后就开始发挥作用，它的作用就是保护主人公不受火焰陷阱还有油瓶的伤害。我
放了一个死云术，这是一个全屏的祭死魔法。这招对不死系的敌人还有 BOSS 是无效的。地上有一个火球的卷轴，这个火球咱们捡了之后，用来打本关的粘土人 BOSS。这里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，毁灭之塔。咱们在流程当中最重要的需要捡到2个道具，一个是减伤戒指，另外一个就是武器，一攻一防。咱们现在拿的是白银系的武器，增加30%的攻击力。在毁灭之塔里，如果你的机关开启正确，你会拿到黄金系的武器，增加60%的攻击力。这里遇到了一个食人魔，好像很多的动作游戏第一关的 BOSS 到游戏的中后期都会沦为精英怪，包括恐龙快打，还有圆桌骑士。这里有3个拉环，其中只有一个是开启武器密室正确的机关。蝎子好惨，被烧了2下。哪一个是正确的呢？蝎子在哪一个下面趴着，哪一个就是正确的。刚刚这个密室捡到了一个暴风雪魔法，这个魔法对最终 BOSS 是有效的。又捡到一个，过了毁灭之塔的前几层，在后面会遇到连续的3场 BOSS 战，其中就包括了之前跑了的暗影精灵，还有粘土人，最后就是最终 BOSS 戴莫斯。这个场景敌人比较多，我还是先去拿武器。武器的这个宝箱一定要开启，不要用剑砍，用剑砍的话里边的武器就没了。黄金武器也就是这款游戏最强的武器了。又是2个豺狼弓箭手，我记得第5章的时候开场那2个打了我好几下。魔法飞弹还是有用。一会儿这些魔法都要招呼在 BOSS 头上了。后边的流程可以把锤子还有匕首之类的全都扔掉，因为后面的 BOSS 只是特定的魔法或者道具能够起作用。如果你的道具比较多，切换起来时间也比较长。这里的戒指就是减伤戒指。这样咱们攻防都有了。地上又是一个魔法飞弹，弓箭用来打最终 BOSS， 魔法飞弹用来打暗影精灵，火球用来打粘土人。我先把魔法飞弹切出来了，给他2到3刀，然后再使用咱们的魔法飞弹。2刀之后，你确认他没有倒地，然后再使用。如果倒地的话，可能就会造成魔法的浪费。魔
魔法道具使用的得当，本作的 BOSS 大部分就会委屈致死。前方的门里就是最终 BOSS。我有3发弓箭，这个数量有点少，因为之前的红龙那里消耗了太多。治疗了一下，满血状态，开始打最终 BOSS 的部分。首先，他会召唤2个粘土人。我先把雷电戒指准备好，放掉。然后是魔法飞弹的戒指，戒指只能放出1发，但如果是魔法可以放出3发。可以把火球拿出来了，一共有7发。燃烧之后接重斩。这2个家伙最讨厌的就是钻地，如果在地面的话，他们2个很快就会被打完的。现在打完了1只，这一下没有击中，他还跑了。后面就是打戴莫斯了，我把弓箭准备好。3发弓箭，3发暴风雪。弓箭不要离它太远放，它会防御的。咱们最好是近身砍1刀，然后再放，这样的话命中率比较高。其他的攻击手段它就不太吃了。电了我一下。他已经掉了1/3的血，来1发暴风雪。3发弓箭加上3发暴风雪的话，他大概还能剩1/3的血量，这样咱们可以去平 A 几下，就差不多了。召唤了食尸鬼，暴风雪我也放光了，但是 BOSS 的血量也快没了。治疗一下自己。最后一个平 A 带走，这样的话本作就通关了。通关之后，戴莫斯失败，毁灭之塔坍塌，但是主人公一行发现了戴莫斯座椅上的传送石，所以说把自己传送了出去，摆脱了危险。1代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总体来说，2代的要素更加丰富，但是难度上1代还是更高。那好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